好，那我们下面来简单介绍一下《红楼梦》的金陵十二钗图册里面3位代表人物的判词判曲。金陵十二钗的图册出现在《红楼梦》的第5回，说的是宝玉在警幻仙姑的指引下梦游太虚幻境，在薄命司当中看到有个大橱装载着各省薄命女子的生平判词，所以呢就找到自己家乡金陵的柜子取册观看。当中有金陵十二钗正册、金陵十二钗副册、金陵十二钗右副册3册，册中有图画有判词，但是没有名和姓。但是看过《红楼梦》的人都知道，图册当中所指之人都是宝玉身边的女子。古代的时候称女子为群钗或者金钗，12钗就是12个女子。那在这里呢，正册当中的12钗指的是林黛玉、薛宝钗、贾元春、贾迎春、贾探春、贾惜春、李纨、妙玉、史湘云、王熙凤、贾乔姐、秦可卿。正册当中的女子都是小姐或者主子之类的贵族小姐奶奶的这些人物。那副册当中呢，是一些遗孚，像香菱、尤二姐、秋桐、焦杏这些呢是妾，其余的像宝琴、三姐、秀烟、李文、李绮、金桂是亲戚。而小红呢，因为贾云的关系，灵官因为贾强的关系，也都可以归入亲戚的行列。右副册当中就是丫鬟丫头，像晴雯、袭人等等这些。右副册之12人都是比较重要的大丫鬟的角色。图册判词和后面的《红楼梦》曲一样，使我们能够从中窥察到作者对人物的态度，以及在安排他们的命运和小说全部情节的发展上的完整艺术构思。这个在原稿的后半已经散失的情况下，特别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在我们读的后40回的序当中，不少情节的构想就是以这个图册判词为依据续写的。首先登场的就是林黛玉和薛宝钗，可以说他们和宝玉之间的故事是《红楼梦》当中最为重量级的部分。作者呢，把2个人放在一首判词里面，绝对有着很深的用意。林黛玉和薛宝钗代表着极为典型的2种女性，分别代表着才与德。林妹妹出尘脱俗，宝姐姐典雅大方。那这2种特点并不矛盾，但是呢，每一个读者可能都会在读《红楼梦》的时候对女性的形象有一种选择，所以也可以说《红楼梦》就像一面摆在眼前的镜子，读《红楼梦》我们也会对自己产生更深刻的认知。在这里，我借用2010年的电视剧版本里面出现的画面，先来看看林黛玉、薛宝钗判词。上面画的呢是2株枯木，木上悬着一围玉带，还有一堆雪，雪下是一股金簪。判词是这样写的：可叹停机德，堪怜永续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林黛玉和薛宝钗，一个是寄人篱下的孤女，一个是皇家大商人的千金，一个天真率直，一个城府极深，一个孤立无援，一个有多方支持，一个做叛逆者的知己，一个为卫道而说教。曹雪芹在这里将2人在一首诗当中一起来提，除了因为他们在小说当中的地位相当之外，至少还可以通过贾宝玉对他们的不同态度的比较，来显示钗黛的命运遭遇虽然不同，但是结果呢，却都是一场悲剧。
我们来详细看一下这个判词。在这个判词里面，堪怜永续才，玉带林中挂，都是关于林黛玉的描写。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先来看一下永续才的典故。这个典故呢，是出自才女谢道韫。谢道韫是东晋时候的女诗人，是当时的宰相谢安的侄女，安西将军谢毅的女儿，也是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第二个儿子王凝之的妻子。在《世说新语》当中有记载这样一段话：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艺，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以似？兄子胡儿曰：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说的是谢安在一个雪天和子侄们来讨论可以用什么样的事物或者物品来比喻飞雪。谢安的侄子谢朗说道：洒盐空中差可拟。谢道韫则说：未若柳絮因风起。那因为谢道韫的这个比喻是更精妙的，所以呢得到了众人的称许。我们如果要用比喻，首先这个比喻要比较真切，或者说是很相似。本来用盐来比喻雪，或者用柳絮来比喻雪都未尝不可，可以取它白的这个相似点。但是盐很沉重，而且呢平时是不在空中的。这段文字当中说的胡儿，也就是谢朗，他用盐来做雪的比喻就比较生硬。而谢道韫他用柳絮来比喻，因为春天的柳絮本来就是漫天飞舞，所以用来比喻雪是更贴切的，既有颜色上的相似，也有形态动感上的相似。相反，如果比喻的不是突然下的飞雪，而是地上的积雪的话，那可能那个时候盐的比喻就比柳絮的比喻会更贴切一些了。我们再看这段文字当中说有俄而雪骤，谢安也就是文字当中的太傅，他又说的是白雪纷纷。我们可以料想雪下的不小，小雪未尝不能像撒盐粒一样是颗粒状，但是如果是文中所描述的大雪，那必然飘动的就像柳絮一样，是更形象也更有美感。在这里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差的发音。这是一个多音字，但是在这段话当中应该念成差。差有很多的意思哈，有不同之点的意思，就差别啊、差距啊，都是差。那大致还可以，也可以说差可。那如果是错误的意思，那就是差错、偏差、差池，都是念差。还有就是数学上指减法运算当中的得数，像差数4减2的差是2，这是念差。那当然也可以说是差。差呢，一般是说是错误的意思，不相当、不相合的意思，还缺多少的意思，或者说是不够标准的意思。比如说话说差啦，差不多，还差10块钱，成绩差等等。那还有一个读音是差，差就是派遣去做事情，像差遣啊、差人啊、解差啊这些，公差、差事。还有一个读音就是念参，参差不齐的参。所以一个多音字到底应该念什么，一定要放到整段文章当中去看他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这样才不容易念错。因为你如果不注意的话，有的时候一不小心就容易出错。我们唱歌也是一样，中文、英文的发音都要准确，才能够真正的表达这个歌词的意思。那因为这个著名的故事，谢道韫就和汉代的班昭、蔡琰这些人成为中国古代才女的代表人。
而永续之才也后来被大家用来称许有文采的女性的常用的一个词语。这段事迹也录入了我们常听见的三字经里面。三字经当中有说，蔡文姬能辨琴，谢道韫能咏吟，这个就是指的谢道韫永续之才。后世就把能诗善文的女子称为永续才。那在这里，这个永续才就是指的是林黛玉。林黛玉才华最好的体现就是在诗社当中的作诗。在作诗的比试当中，林黛玉经常是拿第一名的。读林黛玉的诗，我们也会觉得很有一种美感的存在。这个在当时的社会当中，对一个女性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下面这一句玉带林中挂，玉带林倒过来念就是林黛玉，挂就是挂起来了，没有使用这条带，暗示林黛玉空来尘世走一遭，最终没能和她心爱的人在一起。判词当中的枯木是说油尽灯枯，既有林家绝嗣的覆灭，也有林黛玉枯萎的生命的指代。玉带为枯木，隐喻着宝黛的姻缘无疾而终，源于强权的干涉。